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0号发布《共建“一带一路”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白皮书》，系统阐述共建“一带一路”的历史渊源、理念愿景、实现路径、实践成就和世界意义，阐明中国推动共建“一带一路”高质量发展，同各国一道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决心和行动。 发布会上介绍，10年来，共建“一带一路”始终坚持共商、共建、共享原则，秉持开放、绿色、廉洁理念，以高标准、可持续惠民生为目标，取得了4大历史性成就。我手里拿的是国新办最新发布的《共建“一带一路”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白皮书》。白皮书由前言、正文和结束语3部分组成，共约2.8万字。 白皮书指出，10年来，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，共建“一带一路”从中国倡议走向国际实践，从理念转化为行动，从愿景转变为现实。从谋篇布局的大写意到精耕细作的工笔画，取得实打实、沉甸甸的成就，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。 2013年3月，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。9月和10月，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。今年是共建“一带一路”倡议提出10周年。外交部国际经济司司长李克欣介绍，过去10年来，中国同广大合作伙伴一道搭建起了以“一带一路”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为引领，以双边、3方、多边合作机制为支撑的复合型国际合作架构。 取得了丰硕的合作成果。中方将于今年10月在北京举办第3届“一带一路”国际合作高峰论坛。中方愿同各方一道，以举办第3届“一带一路”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为契机，推动高质量共建“一带一路”不断取得新成果，为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繁荣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的贡献。 李克欣表示，举办第3届“一带一路”国际合作高峰论坛，这不仅是纪念“一带一路”倡议提出10周年最隆重的活动，也是各方共商高质量共建“一带一路”合作的重要平台。目前已有来自130多个国家、30多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与会。 高峰论坛期间的活动包括开幕式、互联互通、绿色发展、数字经济3场高级别论坛，以及关于贸易畅通、民心相通、智库交流、廉洁丝路、地方合作、海洋合作的6场专题论坛。同时还将举办企业家大会。 2017年5月，首届“一带一路”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成功举行，包括29位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在内的140多个国家和80多个国际组织的1600余名外宾与会。高峰论坛圆桌峰会就对接发展战略、推动互联互通、促进人文交流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，达成广泛共识，并发布了联合公报。 2019年4月，第2届“一带一路”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成功举行，包括37位外国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在内的150个国家、92个国际组织的6000余名外宾与会。与会各方达成高质量共建“一带一路”、构建全球互联互通伙伴关系的重要共识，形成一系列务实合作成果。 2020年和2021年，中方分别线上举办“一带一路”国际合作高级别视频会议和“一带一路”亚太区域国际合作高级别会议，聚焦抗疫合作及促进经济复苏。 对于美西方有舆论称中国推进共建“一带一路”是出于地缘政治考虑，李克欣在发布会上回应指出，“一带一路”是国际经济合作倡议，中方坚持开放包容、合作共赢，倡导共商共建共享，欢迎所有志同道合的伙伴参与。10年来呢，共建“一带一路”成果丰硕，朋友圈越来越大，充分证明“一带一路”不搞封闭狭隘的 小圈子，超越了地缘博弈的旧思维，开创了国际合作的新范式，是真正惠及各国人民的发展带、幸福路。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丛亮在发布会上介绍，10年来，共建“一带一路”始终坚持共商、共建、共享原则，秉持开放、绿色、廉洁理念，以高标准、可持续惠民生为目标，取得了实打实、沉甸甸的重大历史性成就。归纳起来，主要包括硬联通、软联通、新联通和贸易投资4大方面。
其中，在硬联通方面，中老铁路、雅万高铁、匈塞铁路、比雷埃夫斯港等一批标志性项目陆续建成并投运。中欧班列开辟了亚欧陆路运输新通道，丝路海运国际航线网络遍及全球，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互联互通架构基本形成。一个案例呢，就是中老铁路，从2021年的12月开通以来呢，大幅的增加了两国的经贸往来。也强化了中国与东盟的各国的经贸合作，使更多产品呢能够在中国、东盟各方面以及欧洲各国之间呢方便快捷的运输，也为东盟各国更好的利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生效呢，创造了新的优势，构建呢更加紧密的区域的产业链和供应链，提供了新的机遇。深圳卫视在国庆期间特别推出5集纪录片《丝路奔腾》，立足深圳企业在“一带一路”共建国家打拼发展的故事。第3集《造链》中就讲述了一个深圳企业家将中国的基因育种技术带出国门，到“一带一路”共建国家老挝养殖巴沙鱼的故事。如今，全世界每5条养殖鱼中有3条以上由中国人养殖，而在现代化渔业养殖中，鱼种就相当于现代工业的芯片，决定着渔业的质量和产量。尽管育种技术最初被引进老挝的时候并不顺利，但随着一步步攻克难关，育种杂交后的巴沙鱼已经可以1年捕捞2季。向俊杰和朱志飞在筹划将巴沙鱼纳入老挝舒华食品目录，如果成功，这将是目录中的首个出口鱼类品种。由中国技术和老挝水土共同培育的巴沙鱼即将被端上中国人的餐桌。希望能够把老挝的巴沙鱼作为一个能够代表老挝国别的一个产品，能够输到中国，卖到欧洲、美国这些地方。商务部副部长郭婷婷介绍，2013年到2022年，中国在共建国家的承包工程年均完成营业额大约1300亿美元，不仅有效改善了东道国的基础设施条件，大幅提升了互联互通水平，还大力推进绿色化、数字化发展合作。今年前8个月与共建国家新签的节能环保类项目合同额同比增长22%。丝路奔腾的第4集《逐绿》就将镜头转向南半球巴西的旷野间，40台白色风机乘风起舞。这是中国清洁能源企业最新投产的风电场。Só a CGN, mas todas subsidiárias da CGN, como a Elecnor, as empresas que vieram a compor a gama da CGN, trouxe melhorias. 中国与全球伙伴共享绿色低碳发展经验，共倡绿色低碳生活理念，携手保护不可替代的地球家园。